这节课讲的是水彩颜色的浓度以及控水。那么首先第一点要讲的是我们色彩的浓度以及控水，第二点讲的是笔上的一个控水，第三点讲的是白色的一个作用。好，那我们开始咯。首先我们来认识的就是色彩的一个浓度、饱和度以及明度。那什么是浓度呢？浓度和饱和度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意思，就是表达一个颜色它的一个深浅，也就是什么，它的遮盖力。明度是表现什么呢？一个颜色它的明亮。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黑色来给大家做示范吧，正好呢这里有黑色，不能浪费。首先我们这里是刚刚取上去用到的一些颜色啊，一般我们刚取出来的颜色呢，就是它的饱和度呢会是一种非常浓稠的状态，也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你看这样打圈揉搓，好，水分在慢慢的挥发，留下的水分越少，颜色越粘稠。你看它会达到一种像酸奶一样这种黏糊糊的状态，这种浓度我们称之为酸奶浓度，也就是饱和度最高的时候，浓度最浓的时候。好，我们取出来了之后放到调色盘上面，直接将它放置到我们的纸上面。好，这个是它最浓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控制这个颜色的浓度饱和度呢？我们水彩的话，可以第一种方法直接控水去控制啊，加水去控制。颜色放到调色盘上面了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将笔没到水中一半，拿出来，好，将这个颜色柔化开。你看现在它的这个浓度就不像那种酸奶一样黏糊糊的，如果像酸奶一样黏糊糊的状态的话，它是没有那种流平效果的啊。你看一下现在它的这种状态呢，就接近于我们牛奶的一种状态啊，它具有流平性啊，像水一样，但是呢偏浓厚。接下来把这个颜色放到旁边，你会看到它的颜色遮盖效果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啊，浓稠度也是非常很好。但是颜色的话，我们会更容易去铺均匀一些，甚至我们在铺色的过程当中，这些边缘地方啊，更容易去给它带的规整一些。好，然后接下来笔尖再次没进去一半，取一滴水拿出来。再没进去一半，取一滴水拿出来。好，多余的水，因为水太多了，我们需要吸一下笔毛根部的水。好，再取出来，把这个颜色放到它的旁边。再来一点，得加上去。颜色就变暗了，对不对？可以看一下，我刚刚是不是加了2滴？这个时候它就达到了一种豆浆的浓度，就是它比牛奶的浓度呢会浅一点，但是呢它又不像清水一样那么透。如果说像清水一样那么透的话，我们再加1滴水进去。因为这个黑色的遮盖力比较强，所以说水我都加的比较多，你们要根据自己的取量颜色的多少去加啊。好，这边再铺上去，水比较多，多余的水我们用笔尖吸走。OK， 接下来看一下第3个浓度，我们只要水越加越多啊，你看再加1滴水，我们就拿这一小个色块来，好，就拿这一小个色块来给它化开。水越多，颜色越清透，你看这后面基本上就接近于一个水状浓度了，越来越浅，也就越来越灰掉。好，将笔洗干净，颜色越往后，浓度越浅，饱和度越低，明度越高。
明度指的就是一个颜色的明亮程度啊，明亮程度。你看黑色水越多，它越亮，对不对？颜色越浅，饱和度越低。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水，对不对？水越加越多。水越多，颜色越浅，饱和度越低，明度越高。那这个时候它的饱和度是不具备任何的遮盖效果的。也就是说什么？水越多，颜色饱和度越低啊，颜色越浅，但是呢，同样的，它的遮盖力也越低。这个浓度的颜色是没有任何遮盖力的。我如果在下面画一个小猫小狗，我用这个浓度的颜色去进行遮盖，是完全遮盖不住的。就比如说这个，我白色能够遮盖住黑色，如果说我白色的浓度达到了这个浓度的话，我能遮得住黑色吗？遮不住黑色啊，它会透黑底出来。所以说我们在通过控水去调节颜色的浓度的时候，它相应的颜色越浅，那它的遮盖力也会越低。好，这是我们控水去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给大家讲几个颜色的浓度，也就是最典型的，给大家举4个例子出来。首先第一个浓度我们叫做酸奶浓度。酸奶浓度，了解称呼了之后，以后我们在款式当中给大家讲到色彩的时候，这里要使用到哪个浓度的颜色了啊？这个时候你们会了解的更加清楚一些啊，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好，第二个我们是牛奶，称之为牛奶。第3个我们叫豆浆。可以去就是对比一下这3种不同物体之间它颜色的一个浓度，很明显。好，这个我们就叫水啊，一种水状浓度。其中最舒适的一个浓度，最适中的一个就是牛奶浓度。因为什么呢？因为牛奶浓度的一个颜色啊，它在铺色的时候，首先颜色会非常的浓，非常的正，而且在铺色的时候，它会非常的丝滑顺畅。后面的这些颜色铺色的时候都会非常丝滑，非常顺畅，很容易去铺均匀，边缘线也很好去找。那酸奶浓度我们在铺的时候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有可能会颜色不均匀，因为它很粘稠，它没有聚合性啊，它很粘稠，它不像牛奶一样，像水一样，就是可以聚拢。所以说在铺的时候，酸奶的浓度颜色它会容易出现颜色不均匀，色块不均匀，凹凸不平，或者是出现你在刷的时候笔会有明显的那种刷痕出现。这是不同的颜色之间它的一个明度饱和度。水越多饱和度怎么样呢？越低，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一下第2点，我们笔上的一个控水。讲了色彩的一个控水调配啊，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笔上的一个控水。你颜色控好水了之后，如果说在取用的过程当中笔上的水没控好，那么也不行啊。这边呢，我会使用到一个红色来演示咱们的一个笔上控水啊。大家也看到我这里画了一个标记，水越少是一种什么效果，水越多是一种什么效果啊？这里的水都是指的笔上的一个水啊，不是颜色调色的时候的那个水。好了，然后现在我们的笔拿到水杯里面去，给它打湿、浸泡、洗净。很多宝子水彩做不好，是因为笔上控水没控好，对不对？容不容易出现什么水圈呢？会不会颜色容不容易涂不均匀啊？会不会颜色有时候是不是干拉拉的，拉不走，拉不开？颜色又是那种一坨一坨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控水。好，笔打湿了之后，这边呢皮皮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老粉们大家都知道，笔打湿了之后，再拿出一张纸巾，吸水的纸巾，平时家里都有，然后我们在纸巾上面轻点2下，点一下拿起来，快速一点翻一面，点一下拿起来。好，这是我教给大家最快速的一种控水方法。接着把笔毛捋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在手上面划出水痕，但是呢不会有那种大颗大颗的水珠。好，现在是一种湿润的状态啊。
捋一捋，捋顺它的笔毛。现在它不会是有大颗水珠出现，但是呢，你看还是湿润的那种状态。我们快一点，就是按下去的时候1秒拿起来，好，翻一面，按下去拿起来。这个时候笔上面多余的水已经被纸巾吸走了。你也可以什么呢？把根部的水再吸一吸啊，根部的水再吸一吸，但是呢，不要去吸它哪个部分？看这个部分是它笔腹的位置，不要去吸这个部分的水啊。如果这个部分吸干了，只留笔尖上一点水，那你在后面刷着刷着色块铺色的时候，一边铺啊，一边发现笔越来越干，越来越拉不动，刷痕越来越重。因为笔尖上的水用完了之后，没有笔腹给它传输后背的水量，那它就不会铺均匀。OK， 就这个湿润度，我们掌握好这个小动作啊，将颜色化开。好，这边还有，举过去吧。好，将颜色化开。再取一点红色，再取一点红色，有点太暗了。好，取完红色之后，我们要开始取用的时候，将笔洗干净。调完色或取完色之后，将笔洗干净。好，多余的水点到纸巾上，好，点2下，捋顺一下它的笔毛，笔毛捋顺。OK， 笔尖去吸满颜色，裹满它的颜色。笔尖笔腹裹满颜色，在中间区域画一个水块。好，中间区域这里平涂一个水块，你会发现现在是不是很好铺匀？将颜色平铺上去，你看笔上水控制在适量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是很好去铺匀的。颜色是很好去铺均匀的。如果说我的笔上水多了的情况呢，好，继续洗笔。好，洗完笔之后打湿，我不像刚刚那样子啊，我不像刚刚那样子去点2下，我只去什么呢？就是轻轻的这样点一下。好，那我要开始去取色了，开始去取色，然后在甲面上去进行绘画，然后你会发现，是不是颜色变浅了？而且的话会有很多这种积水的这种效果。好，如果说你想要去把颜色吸走，你发现吸不再走，你看笔尖慢慢的去收缩，吸不大走，因为什么呢？笔上水太多了，你要去吸的时候你吸不走，因为笔上已经很饱和了，你看就提不走，所以说就会形成一种小水坑啊，一种小积水。那再来试一下。好，将笔洗干净，我们再次将笔浸泡透，然后这个时候我不会在纸上面去擦，我直接洗了笔之后就开始取色。好，直接洗了笔之后就开始取色。好，往后面铺，看颜色会更浅，然后这个时候也是颜色没有办法提走，你看颜色没有办法提走，就会出现这种堆积的水坑。那擦一下笔，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笔上水越少的时候呢，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这边水已经被稀释了颜色，我们把这边的先稀释掉。好，这个时候把笔清洗干净，笔上水少一点。那我刚刚说过，正确的适中的方法是这样点2下，对不对？正反点2下，这是最适中的一种方法，对不对？好，那现在呢，我再一次给它吸一下，停顿，多停顿一下，好，多停顿一下，好，这个时候其实笔已经是一种非常比较干燥的时候。好，取色，取色。好，开始铺，你看我的笔毛都有点炸毛了。你看笔干的时候，它不只是颜色铺不均匀的问题，它甚至是笔毛会炸毛。你看倒是提水倒是能提走，因为本身就没多少，但是什么呢？颜色铺不均匀啊，对不对？好，再来试一下，水再少一点呢，将笔清洗干净。好，在纸巾上，在纸巾上给它把水吸掉。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替换笔的时候，或者是你那个笔使用了
啊，你觉得想要换一支笔使用，然后你的笔拿出来换笔的时候，你以为反正我调色盘上面的颜色都是化开了的啊，都不是这种干的啊，都是化开了的，那我直接拿笔尖去蘸一下哈，就可以继续画了，不是的啊。然后就开始不湿笔，也不去洗笔，不去泡笔，然后直接把笔拿出来，好，取这个化开了的颜色。好，你想的应该是没关系啊，应该没关系，因为我笔虽然说没有湿，但是调色盘上的颜色是湿的嘛，对不对啊？也能把我的笔毛撑开。好，来试一下，看一下，再看一下笔毛的那个状态，你会发现，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划痕出现。那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再取一点颜色在旁边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正常的适中的一种控水，笔上的控水控在适中的那种程度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好，调完色之后洗笔。这个小手法学起来啊，泡，然后纸巾上弹2下，正反弹2下，快速的1秒钟0.5秒的样子弹2下，弹完了之后把笔毛捋顺啊，这个时候是湿润的状态，适中的一种状态。好，笔尖笔腹吸满颜色，然后我们在这里去画一个色块，你会发现颜色非常的好铺均匀，不会出现有什么明显大的水坑、积水或者是刷痕，颜色很好的去铺均匀。那这就是笔上控好水之后你在铺色的一个状态。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以上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水越少出现了什么刷痕，是不是就越多？刷痕越多，而且的话颗粒感，如果说你是在那种水彩纸上面的话，你的颗粒感也会很明显，颗粒感和刷痕会明显不均匀啊，这也是会容易出现的。那水越多啊，笔上面的水越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积水啊，水圈，好，水圈，或者是你整个形态，看到没有？整个形态方形这种色块形态，整个糊掉。那最好的时候是在哪种时候？适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给它取个名字，我们后面取个名字就叫湿润啊，笔上面处于湿润状态的时候，适中湿润的时候，那后面我所有的款式说到什么湿润啊什么的啊，就是这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也就是什么在纸上快速的正反点2下啊，都不是这些啊，这些只有在特殊的款式的时候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恐怖布偶兔，我们把款式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像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需要支撑特殊的款式。你看像这个恐怖布偶兔上面的这个血色黑色，是不是就会出现那种干枯的刷痕啊，或者是颜色一坨一坨打结啊，刷不开，铺不均匀，刷痕也很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兔子是想要表现那种血迹干枯了的那种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是专门故意把笔上的水留得很少，颜色里面的水控的很少，它比酸奶浓度还要再干巴一点，然后出来就是这种效果。那如果说你要去达到这种效果的时候，你就是故意要去制造出一些水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哪一些款式呢？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不是很标准啊，当然也没有用到水圈多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那比如说你可能要做这种荷花荷花的这种荷叶裙边，想要有一点点就是水圈的这种情况出现，积水的情况出现，那你就可以笔上水多一点给它留一个小积水在那里，然后它干了之后就会形成一个水圈。那这种积水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呢？颜色浅，然后有一个小水圈在那里，干了之后它才会形成一个像这种小圈圈
小坨坨。不过这种方法呢，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款式当中会出现。平时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的是一个适中的控水啊，适中的控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笔上控水。那色彩调色当中的一个水量控制，以及我们笔上的一个水量控制，大家已经知道了。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白色的作用。那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们色彩在进行调节它的饱和度的时候，是不是会降低它的浓度？水越多，降低它的浓度，饱和度也越低，明度也就越高。那如果说我想要达到一个这种，比如说黑色，我想要给它做出一种这种非常浅、明度特别高的灰色，但是呢，我不想影响它的一个遮盖力，我想要像它像白色一样能够把底色完全的遮盖住啊，就是什么？那只提高这个颜色的明度，但是呢不降低它的一个饱和度。饱和度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什么？它的遮盖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用到白色。好，然后这里本身它是一个纯黑色，是不是？好，我们给它通过加白色进去，白色少加一点的时候，看一下这个黑色的一个浓度。好，白色多加一点的时候，好，看一下这个黑色的浓度，你看一下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什么颜色。好，白色再多一点的时候，因为这里白色是我们刚刚取湿色的时候取上去的啊。好，白色再多一点，那接下来白色再多一点，黑色再少一点，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通过加白色，白色越多，那它的颜色明度就越高，也就是颜色越浅越亮，对不对？但是呢，它的饱和度是不受影响的啊，饱和度不受影响，不会像这种通过水去调出来的颜色，最后它是没有任何遮盖力的，很通透的。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款式当中需要就是有遮盖力的时候去使用到的一个方法。那你看这个时候它就能完全在黑色上面去进行操作。如果说是这种通过控水去把这个颜色在这种状态下，好，去画线，它能在白色底上面啊能凸显出来，但是到其他颜色的底上面是完全不行，对不对？你看黑色直接控水去调节它的明度的话，那在其他纸上面能够出来效果，但是在其他颜色上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遮盖力了。好，这节课呢就是讲的一个色彩的浓度控制，以及我们笔上的一个控水，还有我们白色的一个作用，调节颜色的明度。那这节课大家学会了吗？动手试试啊，动手去操作一下，然后自己加深一下记忆，会对知识把握的更加的清楚一些。